俄国防系统崩溃，乌连夜狂轰10城，重创后方军事重镇，俄军装备烧成铁皮。乌军跨境炸俄油库与机场，苏梅战局焦灼，扎波罗热反攻奏效，俄军防线多点崩裂。乌陆军组建第17集团军，3个老牌作战旅率先编入，重磅出击，乌风暴阴影斩杀卢甘斯克叛徒师长。乌点名中国部件流入俄军无人机，欧盟施压北京停援莫斯科。德国或出手替乌补防空，考虑代购美制爱国者系统。川普对普京失望，乌克兰战局骤紧，塔利班与朝鲜或将出兵助俄。7月4日深夜，乌克兰军队对俄罗斯展开了近年来罕见的大规模远程袭击，目标涵盖莫斯科、塔曼、利佩茨克、罗斯托夫等超过10个地区。据前线多方情报证实，这次乌克兰新一轮的空袭行动中，有超过10架无人机悄然突破俄罗斯防空体系的第一道拦截圈，在多重雷达和电子干扰系统面前毫无阻碍，直逼俄军后方指挥设施与弹药储存点。俄军显然未能及时反应，部分重要军事据点遭受重创，现场爆炸声持续数小时，火光冲天，损失或远超预期。此次行动再次凸显俄防空网络漏洞，同时也表明乌军已具备更高级别的空袭协调能力与技术渗透手段，战争态势或将因此出现关键转折。这次联合打击行动标志着乌克兰在远程无人作战与精确导弹突袭领域已具备成熟能力，不仅突破了俄防空系统第一道拦截圈，还有效扰乱了俄军纵深部署。分析认为，乌军此举或为配合后续反攻行动进行火力铺垫，同时也是对俄军近期对基辅等地密集空袭的强硬回应。俄方尚未公布详细损失数据，但已有多地出现爆炸声与火光。社交媒体上流出的大量现场画面显示袭击影响广泛，未来几日，双方围绕远程打击与防空的博弈恐将进一步升级。据悉，参与此次行动的包括乌克兰自研的新型无人机柳特1攻击无人机、西方提供的风暴阴影巡航导弹以及国产海王星反舰导弹，显示乌军已逐步形成远程打击的综合武器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利佩茨克地区高速公路上发生多起俄罗斯国防部军事装备被焚毁的画面，在社交媒体和战地通讯中广泛传播，成为最新一波乌克兰远程打击行动的显著战果之一。视频显示，数辆军用运输车和装甲车辆在高速公路旁熊熊烈火中化为废铁，火光映红了夜空，浓烟滚滚直冲云霄，场面极为震撼。据分析，这些被焚烧的装备多为俄罗斯军队后勤运输车辆和技术支持装置，负责运送弹药、燃料和其他关键物资，是俄军维持前线作战能力的重要保障。此次遭袭后，俄军在该地区的物资补给链遭到严重破坏，直接影响了战区内的军事行动效率和持续作战能力。俄罗斯官方尚未对该事件做出详尽回应，但利佩茨克地区随后加强了防空部署和道路巡逻，试图遏制类似袭击的继续发生。然而，当前乌克兰多点多兵器协同作战的态势，使得俄军在保障后勤安全方面面临极大挑战。另外，莫斯科西北方向的谢尔吉耶夫镇应用化学科学研究所遭到打击，该所被认为涉及俄军化工相关项目。此外，莫斯科重要能源设施第94号变电站也被命中，或对电力系统造成冲击。据开源情报技术披露，这次袭击疑似使用了新型无人机，外形与俄军常用的沙赫德导弹极为相似，显示出乌军技术上的升级与反向复制能力。电力设施被命中后迅速起火，紧接着另一架无人机精准打击了附近的军用化学研究机构，引发数级爆炸。据悉，该研究所长期为俄军武器提供核心技术支持，过去也曾遭攻击。更早前不到一天，莫斯科市中心才刚经历汽车炸弹袭击，导致俄联邦安全局第5局局长科姆科夫身亡。这接连不断的打击，凸显乌方正加大对俄本土的渗透和破坏力度。与此同时，俄官方称破获另一宗潜在袭击事件，一名23岁的女子被指企图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实施炸弹袭击，并打算破坏前线铁路系统。
俄方宣称该女子接受了乌克兰方面的指使，但外界普遍质疑这一说法的真实性，质疑一个年轻女性如何能单独渗透至俄境作战。乌方无人机还击中了罗斯托夫的亚速光学机械厂，该厂被认为与俄军光电设备与火控系统制造相关。罗斯托夫州作为俄南部的战略重地，近年来一直是乌方密集打击的重点区域。从目前的态势看，乌军正对莫斯科及周边形成持续的战略压制，并逐步将火力覆盖至俄核心工业体系。虽然俄方尚未正式通报伤亡及损失情况，但随着卫星图像与更多细节陆续曝光，预计这轮袭击将再次引发莫斯科方面的高度紧张和防空调整。位于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舍别基诺市的化工厂也成为乌克兰的焦点目标。根据多方消息，工厂在遭遇乌克兰方面的无人机袭击后发生猛烈燃烧，火势一度无法控制，现场浓烟滚滚，火光冲天。舍别基诺地处俄乌边境地带，一直以来是俄军的前线补给与军事调动要道之一，而该地的这座化工厂据称涉及燃料、化工原料等敏感产品的生产和储存，具有一定的战略价值。此次遭袭不仅造成物资损失，还可能对俄方前线物资保障造成影响。月前，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乌德穆尔特共和国的 Roserezer 油库，该地距离乌克兰边境1300公里。据消息称，一架无人机撞上了油库外围的围栏后坠落在混凝土板上，另一架无人机则直接击中了一个储油罐，导致油罐外壳受损。同时，库尔斯克的哈利诺机场也遭遇空袭，现场部署的一套铠甲 SE 防空系统被摧毁或严重受损，暴露出俄军前线防空网的薄弱。苏梅州正成为俄乌战场上的新焦点，俄军凭借3-1的兵力优势持续推进，距离苏梅市仅剩19公里，给乌克兰防线带来巨大压力。然而，尽管局势吃紧，乌军依旧没有退缩，而是主动出击，奋力反击。6月初，乌克兰情报总局紧急调派精锐特种部队进驻苏梅，力图稳住战线。第225独立突击团率先行动，成功夺回战略要地安德里伊夫卡村，彻底清除当地俄军残部。在随后的作战中，乌军特种作战部队再次出击，在苏梅方向成功伏击俄军，击毙4人并俘虏1名敌军。与此同时，第103与第53机械化旅展开联合打击，使用 FPV 自杀式无人机精准打击俄军后勤车队，试图切断补给线，动摇俄军战力根基。可以说，苏梅保卫战已进入关键时刻。尽管兵力悬殊，乌军依靠特种兵渗透、无人机打击与局部反突击，顽强守住阵地，展现出强大的意志力与战场韧性。面对苏梅方向战果受阻，俄军正悄然转移进攻重心，将重点转向哈尔科夫北翼与库皮扬斯克一线。俄媒近日声称，俄军已攻占哈尔科夫以北的米洛维村，并在边境开辟出新战线。但多方情报指出，这种渗透式推进并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新战线，不过是边境5公里内的拉锯作战，更多是为内宣造势而非战场突破的实质表现。在波克罗夫斯克、托列茨克和米尔诺拉德方向，乌军多次抵挡俄军进攻，牢牢守住阵地。库皮扬斯克方向，乌军夺回克利斯尼基夫卡以东阵地，并向前线推进，巩固控制权。在南线战区，乌军还动用了风暴阴影与海王星导弹，对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克里米亚的俄军据点实施联合打击，部分弹药库、雷达阵地与指挥所被锁定攻击，具体损失仍在评估中。有视频显示，米格29战斗机对扎波罗热州波洛西的俄军阵地发动了精准打击，投下了3枚 GBU-39小直径炸弹，造成目标重要设施严重受损。据悉，这次袭击由代号索尼亚什尼克的任务编队执行，显示乌军对该区域的火力控制能力持续增强。另外，乌克兰国际军团医疗队小队的外国志愿者近日在扎波罗热方向记录了乌军与俄军激烈交战的日常场景。2025年7月，扎波罗热战线依然胶著，俄军持续推进，
而乌军则竭力巩固阵地并寻找反攻机会。今年夏季，俄军将扎波罗热作为重点攻势之一，已于7月1日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苏梅等地稳步推进。乌军表示已渗透扎波罗热第一线俄军据点，向南部庞大的防御工事发起攻势。总参谋部报告称，在新丹尼利夫卡至新普洛科皮夫卡方向取得战果，正巩固阵地并持续对敌方实施反炮兵打击。扎波罗热战事的激烈反映出双方在东线的战略僵持，也体现乌军在逆境中的坚韧与反击决心。7月4日，赫尔松州斯特里尔科夫发生一起汽车爆炸事件，车内载有3名隶属于巴尔斯萨尔马特特种无人机系统中心的无人机操作员。据悉，该单位的指挥官正是俄罗斯航天局前负责人德米特里·罗戈金。凤凰部队近日在顿涅茨克地区发起精准打击，成功摧毁了敌方多个重要目标。此次行动中，凤凰部队摧毁了数门D30榴弹炮和120毫米迫击炮，有效削弱了敌军的火力支援能力。同时，敌军的多辆军用卡车也被击毁，切断了后勤补给线。行动还摧毁了6个布设的 FPV 自杀式无人机伏击装置，消除了对我军的隐蔽威胁。此外，凤凰部队还破坏了敌方的防御工事，削弱了敌军的防守阵地。在激烈交火中，凤凰部队成功击毙了10名敌军士兵，极大地打击了敌方士气。这次综合打击展示了凤凰部队强大的作战能力和灵活战术，为顿涅茨克战线的稳定与反攻奠定了坚实基础。2025年7月4日，乌克兰军方正式宣布，陆军下辖的3个战斗旅已加入新组建的第17集团军。该集团军以扎波罗热州为核心作战区域，整合当地防御力量，标志着乌军正加快集团军级作战体系的重构与现代化进程。首批编入的部队包括作战经验丰富的第128山地突击旅，该旅常驻外喀尔巴阡州的穆卡切沃，属于乌军部署最西侧的重要部队，多次参与东部战线支援与高地战斗任务。另2个旅为第65机械化旅和第110机械化旅。第65旅自2022年组建以来，长期驻守扎波罗热方向，成功巩固关键阵地，多次阻击俄军攻势。而第110旅则因在阿夫迪夫卡战役中坚守阵地，重创敌军而声名远播，被誉为乌军的钢铁之盾。目前，第17集团军尚未公布完整编制，未来可能还将有其他部队陆续编入。集团军司令人选也未正式对外宣布，但有迹象显示，前第65机械化旅旅长弗拉基米尔·伊兹巴什的突然离任，极有可能是因调升接掌第17军指挥权。在俄罗斯高调宣称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后不过数日，乌克兰迅速打脸回击，展开一场标志性的斩首行动。7月3日，俄占卢甘斯克市中心突发剧烈爆炸，目标直指前市长马诺利斯·皮拉沃夫。乌军在其出席一场俄军收复库尔斯克的展览前夕，通过预埋爆炸装置将其当场炸死，场面震撼。皮拉沃夫早在2014年乌东局势恶化初期就倒向莫斯科，自封为卢甘斯克负责人，长期充当俄方代理人。尽管已于2023年卸任，但他始终在乌克兰安全局的清除名单上。此次被成功击杀，是乌克兰对俄战区叛徒官员定点清除行动的又一重击。现场视频显示，爆炸发生后，展览馆大门被掀飞，建筑受损严重，周边紧急集结多辆救护车，气氛一度紧张。这起袭击不仅象征意义巨大，也在俄方刚宣布完全控制卢甘斯克后将其打回原形。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俄方长期控制卢甘斯克州大部分地区，但始终难以实现100%压制。此前的98%控制实际上早已被乌军反击动摇。乌军此次行动既是战术打击，更是心理战，有力驳斥俄方宣称的全面控制神话。乌东俄战4州多名地方代理人已接连遭到清除。就在6月中旬，别尔江斯克的前市长赫里查伊也被乌克兰精准猎杀，显示乌方情报系统对俄战区的渗透能力不容小觑。
这场战争进入持久僵持阶段后，乌克兰开始加大对软目标和代理人的打击，以重塑其在被占领区的影响力。未来，类似斩首行动和远程导弹突袭可能将成为乌军常规策略，加速俄军在战区的瓦解。2025年7月4日晚，乌克兰外交部长安德里·斯比哈在社交媒体发文，公开指责俄罗斯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空袭后，在基辅发现的一架沙赫德136攻击型无人机，其关键组件来自中国，且是近期供应。这一发现再次引发国际关注，中国制造零件正被用于俄军武器系统。斯比哈形容这一幕极具讽刺意味。就在前一夜，俄军袭击敖德萨期间，导弹击中了当地的中国总领事馆建筑，造成损毁。而现今，在乌克兰首都残骸中又发现中国供应的无人机组件，这不仅是战争现实的生动隐喻，也说明普京正将越来越多国家卷入这场战争。他指出，俄罗斯正通过引入朝鲜兵力、伊朗武器，甚至包括部分中国制造的装备，将全球安全网络逐步拖入战火。斯比哈强调，欧洲、中东与印太地区的安全彼此交织，不可分割。俄军在乌克兰的侵略行为若不能遏制，将影响整个国际秩序。他呼吁美国和国际社会加大对莫斯科的施压力度，并追责所有支持俄罗斯战争机器的国家与企业。时间不等人，全球应立即采取行动。与此同时，当天晚些时候，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也在布鲁塞尔表态。在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的第13次欧中战略对话中，他直言中国企业支持俄罗斯战争，对欧洲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这番话由欧盟外交事务部门正式对外发布。卡拉斯敦促中方立即停止对俄军工体系的所有物资支持，并呼吁中国积极推动乌克兰停火进程，在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实现全面、无条件的停火以及公正持久的和平。这一连串外交信号显示，随着战事加剧，乌克兰及欧盟已联手向中国施压，要求其在俄乌战争问题上采取更中立甚至切割立场。国际对北京角色的审视正在升温。据最新监测数据显示，俄方已累计发射逾200枚沙赫德无人机导弹，其中约有一半，接近100枚，正盘旋在乌克兰领空。分析指出，这轮袭击的重点极有可能指向乌克兰西部地区，乌方正高度戒备，严防空袭升级。面对美国暂停向乌克兰交付部分军援的现实，德国政府正考虑采取替代方案，为乌克兰填补防空体系上的缺口。德国总理府发言人斯特凡·科内利乌斯近日证实，柏林方面正就从美国采购爱国者防空系统或其他武器，在转交乌克兰的可能性进行评估。他表示，当前有多种方式可以填补这一空缺，并强调此事紧迫且敏感，但尚难预判最终走向。与此同时，德国国防部也已表态将密切跟进此事。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计划于7月中旬前往华盛顿，与美方就防务合作进行深入磋商。知情人士透露，此行议程之一正是针对美方暂停交付决定所带来的连锁反应。根据此前美方承诺，乌克兰原定将获得包括爱国者系统在内的多种先进防空武器，如今随着美国调整援助政策，德国此番可能代购美制装备，以第三方形式转交乌方的举动，无疑凸显其在欧洲援乌阵营中的仗义担当角色。舆论认为，这也表明德国正逐步向更加积极、灵活的军事援助政策转变。自再次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特朗普与普京已进行了6次通话。过去，每当两人交谈后，特朗普都会在社交媒体上告诉大家进展良好，但这一次，他破天荒的沉默了。当记者追问这通电话的情况时，特朗普罕见的直言，我很不高兴，因为我们之间没有任何进展。就在这通毫无进展的通话之后，
俄军于7月3日晚至4日凌晨发动了新一轮空袭，使用无人机与导弹对乌克兰中东部多座城市展开打击，包括首都基辅在内至少13城遭袭。乌官方报告称，多栋高层住宅、公交站、咖啡馆、行政楼及电力设施被摧毁，造成平民伤亡。尤其令人震惊的是，基辅本轮几乎未能组织有效防御，出现战争爆发以来少见的防空失效现象，引发外界对其防空导弹库存是否枯竭的猜测。与此同时，俄罗斯外交政策也出现重大突破，正式宣布承认塔利班为阿富汗合法政府，成为全球首个公开承认其政权的国家。塔利班外交部长穆塔基称，这是勇敢的决定，将推动两国在多个领域展开合作。然而，外界普遍认为，此举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军事动机。莫斯科可能正寻求塔利班提供兵力援助，以缓解其在乌克兰战场的兵源压力。事实上，有情报指出，朝鲜也准备在1至2个月内向俄方派出 2.5 万至3万名士兵参战。如果塔利班也派出数万名战斗人员，乌军在美元暂缓的情况下，将面临极其严峻的压力。据 Politico 报道，白宫正安排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时间可能在7月4日美国独立日当天。然而，泽连斯基是否愿意配合特朗普做出妥协，尤其是在俄军空袭加剧的背景下，仍是未知数。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